就一切都很顺利哦，突然就混混冲出来，拿着那个非洲是大砍刀，无差别攻击。那幸好我们的人就是受伤，但是那个村长命运就没那么好，他就没了这样子。因为卫生棉这比较是私人的事情，然后也最难看见有没有真实被使用，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真的在用，有没有喜欢。直到就是2023年的去拜访那个原始部落，他们是住那种茅草屋，那远远我就看到一个闪亮亮的东西放在上面在晒。我们的卫生棉颜色超怪的，荧光绿、荧光橘、荧光紫。那看起来好眼熟哦，就发现是一个正在晒的使用过的卫生棉，我真的高兴到不行孩子们在取水的时候，牛牛就走过来，然后在那边一起喝，边喝边大便。那时候就拿了个杯子，然后我只是想要拍这个水的颜色，然后就刚好捞起来，就捞到一只水蛭，然后到一些寄生虫，然后隔壁孩子就直接拿完水桶然后直接喝。健康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当下没有马上生命消逝这件事情就 OK。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今天这一集呢，我觉得算是很兴奋、很期待跟一个来宾聊天，因为我听到他做的事情之后，有点下巴会掉下来。原因是他一个人在非洲呢，想尽办法去帮助当地的女性，已经11年了。而且呢，他1年待在台湾的时间，竟然都不到3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边。那我觉得有毅力可以去做到这件事。以及呢，他每一天的工作要去协调的这一些方方面面不同的人事物呢，我觉得这一段是很难得很强的所以我蛮期待可以跟他交流一下关于沟通啊、协调、谈判这一些经验。好，那我们先把时间留给依婷。嗨，大家好，我是杨依婷。那我就像刚刚主持人介绍的，我长期是待在非洲的乌干达这个国家。对，那11年前我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就到了当地去，本来只是一个拜访学校，结果后来就没想到我人生就掉进这个地方，然后就发现越来越多问题，然后越做越多，所以很期待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像依婷她自己在工作里面需要做的协调，第一个我自己觉得难度很高的就是募款。OK， 对对，算是。像你在找到有兴趣出钱的这一些，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一开始因为那时候大学快毕业还没毕业，所以我就只是把我看到的故事写下来。我觉得这还有前哨点，就是因为你知道一开始怎么会去非洲呢？就是我听了一个讲座，然后在讲座结束不是大家都会有那种想说 call for action， 你可以去回应讲者，所以他就说那你可以募集物资到非洲去。我就好凑一凑这些物资，然后就忘了，因为你就回到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对，那后来照片就传回来了，你就发现那个东西到非洲人手上了耶，哇哦！非洲好像没想象的那么远呢。对，然后就萌生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去？所以我就准备规划要去的这个流程。对，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是学生，基本上费用就要怎么减是最好的这样子，所以就找到也可以跟别人一起出去，我们就可以一起分车资。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社群媒体上就说，有没有要去？我要去这边，我要干嘛？什么时候多久？有兴趣的就桃园机场见。然后就有人愿意出去，就有人愿意直接就说，我要去。所以那时候我就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这个社群媒体是这样用的竟然有人愿意。对，那这件事情就放在网络上啦，然后我们就一次凑了6个人，就这样去到了第一次我去肯亚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因为这件事情记得说如果我有什么需求，或许我放到社群媒体上就找多一个算一个。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不要只是我一个人，多一个算一个，这样也很好。所以我就在非洲那时候做比如说学校关怀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女孩遇到这些问题，那甚至也遇到一个老师，他就是裁缝训练中心需要改建什么的，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又再写到那个脸书上面。然后就竟然就有人说，那你们应该要去做这什么叫做募资的东西啊，这样子大家才可以捐款啦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就好那我就把故事移到那另外一个平台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有人愿意掏腰包。对，所以我就说你一开始问说那沟通跟社会怎么做连接，我觉得很好心的当时的社会是他听到一个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他们愿意支持，就这样。所以第一次募资还蛮成功的，因为我们本来募资是要80万，对，然后我们2个月就达成了。
我也在想到底为什么大家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当然也有回想，就是说如果真的你在做一件真的事情，这是在这个世界上蛮稀缺的，对，然后大家就会愿意付出他的时间跟他的钱。好，那像你去到那边的时候，你那时候开始第一个要去协调的对象是谁？因为你们去到非洲嘛，然后一定要对接当地的一些资源或地头蛇或者政府，对不对？对，因为你去到一个新的村落，你当然就要跟村长打招呼，然后村长之后就会变成什么区长啦，然后就什么长就要去打招呼。对，那时候打招呼我就认同就是就是打招呼，就是大家可以想到就嗨打招呼这样，我是谁，然后带着满心的期待想说那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对，那当然后来很快就学习到他们打招呼可能有不同的期待。他们的期待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就想说为什么他们感觉兴趣缺缺的没有想要出现，或者是就很慢。那当然后来我知道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时间的想象不一样，就是通常开会一定会迟到个1个小时。对，当地人的习惯。对，然后越大咖他就会迟到越久，就是表现自己有多重要这样子。对，就后来有学到，就是如果你要在一个村落做事情，一定要邀到所有的相关人士，不然你的计划就一定会失败，因为他可能就从中想要确保你不会成功，因为你忘记邀请到他。所以对，所以一开始真的都要去打招呼。有那个隐性的阻力是你们几次之后才发现的。对，因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做挖水井好了，那你需要去跟特定的某几个相关人士要去签名啊，然后才能拿到那个合约，就跟政府要签约这样子。对，那这个过程就会花时间之外，因为你要人家签名，然后隔壁组织就会比如说多一杯可乐之类的好了，他就会先签人家有可乐的，这也很 OK 想象啊。如果他桌上有100份，人家有可乐，他当然先签可乐啊。对，那这可乐后来可能不是真的可乐，对，所以就你会去抓这个关联，然后要怎么样跟它变成比较好一点，他就会把你的文件从最后一张变成可能中间变成前面这样子，你的那个执行的计划才不会 delay 时间。你那时候这样在处理这些不管是水井也好跟当地的人去协调也好，你有没有遇过什么特别 的经验是说真的有危险的？因为我自己对那边的想象是难免还是有些人的行为是可能带有攻击性或威胁性的。对我很开心说没有太多，但是有发生过。那件事情是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协助他们的学校跟教会的房舍修缮，对，那当然就是会牵扯到土地上的使用。对，那个土地是我们合作的组织，他们已经很久以前就买下来了，我们就说太好啦，那我们就协助他的那个硬体建设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负责人跟那个一定要跟村长拜会嘛，就一起去看了这块地，因为已经很久没用了在非洲如果你很久没用，它事实上那个土地上面的活动会陆陆续续开始，土地上的活动就比如说有人就会搬到这个土地上住，也没跟你讲，然后突然有个小摊贩，或者是不能讲小摊贩，这样大家会开始幻想，就是放番茄然后摆在上面开始卖对，这叫摊贩，对，然后或者是就开始种自己要的东西，是都没有人知道原来你是主人，因为村民怎么会知道谁是，就是这个是空地啊，对，所以就看到真的有人要去的时候，村民瞬间就开始紧张，那我是不是要搬家了？有人要抢这块地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谁使用那就是谁的，传统的感受，对，但是他们法律国家也有啊，也有那个就是要去量大小啊，然后画地图，像台湾买土地的概念是一样的，对，但是概念是概念，实物是实物，不太一样，所以你开始要使用这个地的时候，你当然还要比如说你要让人家搬家，你要给他费用搬离你的土地，即使他本来是非法侵占，对，但是这是当地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规定，对，所以为什么要村长？村长就会知道这些在土地上使用活动的人的来龙去脉，对，那这有一些是村长不知道的一件事，我后来才知道他有就是故事中还有另外一个大转折，但是我先讲故事本身。好，所以就是去看土地，一切都很 OK， 就也安排好这些要离开的人的这些费用啦，或者是要不要协助车子这些东西，然后就一切都很顺利哦。然后突然就混冲出来，然后拿着那个非洲是那种大砍刀，对，然后就无差别攻击，有啦，就是针对我们这些人攻击，对，那当然当场你就赶快跑，然后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土地上的利用，大家知道这个混混本来表面他的说法就是混混都有来这边收保护费，你现在拿走了他就没有东西可以收了，对，所以就是侵占到了这个混混的利益，那这场械斗的结果我觉得是蛮难过，就是我们的人就是头破血流，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对，因为我就看到
赖照片回传，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只是去看一个地吗？对，然后天哪，怎么会在医院？然后真的是全身是血这样子。那幸好我们的人就是只是受伤，但是那个村长命运就没那么好，他就没了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所以这块地或者说这个计划就当然就先暂停这样子。过了几年之后，我有听到真实的结果，因为我们就去调查这些事情，因为有人过世，警察这些都会介入了，就会发现因为村长他要去跟另外一个混派过来的人一起去参选同一个位置啊，对，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参选人就找到了这个方式可以来解决他的对手，所以就有2层的这个故事。我想说OK， 所以那个只是表层事件，对，但是那个表层事件大概是2年后我们才知道，对，才慢慢浮出水面。那你有遇过像他只在跟你讲的要小心的人，后来发现他反而是不能信任的那一个吗？也有超厉害的，就是那个村长后来是完全不可以信任的，因为他就是在玩文字游戏，他讲了一个我们大家都不会的语言，对，然后我们也有请翻译，对，那他不知道我们事实上团队里面有一个会讲他们的语言，因为那个区域离我们比较远一点，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应该从南部来的，大家不会讲这个语言。对，然后所以他在跟我们讲 A 的时候，他后来去跟村民，因为除了跟这些所谓有 title 的人坐下来聊天，我们也会跟村民聚集，因为村民也会有所谓的我觉得跟台湾有点像，就是那个大家都认识的里长伯的谁谁谁啊，小道消息这个一定他知道啦，对，就是这些人都全部要凑起来，然后跟他们说我们可能会来这边做个水景计划哦，那大家觉得怎么样？他们觉得哇很棒啊，终于可以不用再去那么远的地方提水啦什么的，所以他们没有太 care 细节，他们就觉得很开心有人要来服务。那村长他就发现他自己有额外的权利，所以他想要从中拉一些，所以他就说村民没有很开心，所以他们觉得你应该要多付什么东西，因为他可能影响到他们种菜了，这个地要变成水井了，所以不可能种地瓜了，所以你要给他们地瓜的钱。对，就是他想要趁机捞一些，对，然后他没有发现我们的员工会说他的话，就发现他在那边从中作梗。那后来怎么办？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先生就我们就不以他为主啦，然后因为一开始早期就想说我们已经跟村民答应了，所以我们就硬着头皮做完这件事情。然后反正他要的东西也不多，我们就真的是精算过后觉得 CP 值还可以，然后重点是村民有水可以使用是最重要的 yeah。 然后但是现在呢我又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但我就会放弃，我就说你们自己沟通完就自己决定，我去隔壁村庄了对，不用担心，我这里有10个村庄，我还要去拜访。懂，我觉得这一个方式蛮好的点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有得去协调但实际上你们才是给资源的那一个。对，但是我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虽然是给资源的人，但是我不是所谓的上帝好了。是，对，就是因为我曾经有想说天哪，我说 yes 这些人就有食物，我说 no 他就没食物到底是谁给我这个权利啊？依婷你到底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吗？ No，所以我自己也要抓那条线，就是我会观察这个社区有没有真的是还可以接受这样子的 no，对，还是他真的是最后一根稻草，然后真的是卡在这个人，那我就得去处理这个人。那在当地有人可以跟你讨论这些事吗？因为我这样听起来你们会有蛮需要当地的参谋，就是他们才是拥有那些怎么判断哪边的资讯比较正确的这一个来源。你知道有一次我真的把骰子拿出来，我没有在夸张为什么？玩吹牛吗？就是偶数是那我就走这个人，如果是奇数就走这个人，我不知道到底要相信谁，真的就是50-50。每个人在面前说相信我，不要相信他，相信我，不要相信他。然后如果我选错的话，就是有人就在监狱里面。我会说哇塞，真的。那后来真的掷骰子？没有，后来我真的觉得，后来我还是觉得某一个那种感觉，真的是感觉。对。你如果现在事后再分析，你那时候的感觉是因为你看到了什么，你才觉得说那一个人的话他愿意用他的时间跟金钱来协助我的事情，其实我没有要求他。然后另外一个人还没做到这件事情。对。但是也有人真的很可以城府很深，他先做了这件事情，就前面先赔给你，后面赚回来。Yes， 但是我后来想说不对，非洲这边的那个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这样压，所以好，我先想就对，姑且。所以其实政府那一些大致上就是只要你去现场，
都是为了当地做一点什么。对，那他们的想法只差在说我有多少油水可以捞，跟你怎么做对我而言才是最有利的。没错，然后他们不太 care 说他的居民有没有真的被改善，然后但是居民改善是我的目的嘛，那我要达成这个目的，真的中间就要多蛮多的过程来沟通。对，那像你这样沟通过那么多事之后啊，你自己觉得你现在在沟通，你都会掌握哪一些要点去确保？即使你知道他最终的目的就只是想跟你要一些口口，但是你还是要给他们足够的面子，不然他可能会。那你会怎么说？就是哎呦，你也知道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很辛苦，太阳那么大，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方式可以赶快结束？你不可以直接讲说啊，你们就是要钱啊，你要多少钱，我赶快讲一讲，我们可以赶快走。不行哦，他会生气，更小density 哦，对。然后我们之前就有志工就不懂，看不下去，因为他就带着台湾的那种正义感出现，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你这不是要钱吗？你就直接要啊，你到底要多少钱？快一点啊！Oh my god！ 然后他就在海关那边卡了大概5个小时，一个我5分钟可以通过的东西，他卡了5个小时。对。然后我后来就算了，我之前可能会很生气，但我现在就坐下来开始看我的书啊。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为不 OK， 但是人家就是有这个流程。对，然后你还要给人家面子，还要给人家台阶。我知道你不能接受，但是这就是人家的过程，你就是要通过，不然你就是坐在这里等，他也不急。你的时间宝贵还是他的时间宝贵？你现在越来越有底气，某种程度是因为你大概越来越拿捏得准，对，我可以陪你耗的概念。对，那像你这样在那边有教怎么做那个卫生棉吗？对，对，但卫生棉就比较软性，所以大家就觉得OK。就因为我们是以学校为单位跟社区为单位，所以大家就知道你就是来做卫生教育的。是因为他们非洲大家当然会想说蛮多组织会去做各种卫教，从饮食上的卫教、糖尿病的卫教、艾滋病的卫教，所以他们对卫教相对来说就是知道流程。对，那顶多就是那你们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小礼物啊？那当然我们本来就是为了想要吸引大家参与，就会准备一些小礼物。对，然后也会准备比如说因为卫生棉来都是女生，但我需要男生来参加，因为男生或是爸爸理解这个东西重要的时候，我就不用担心他的女儿或是他太太不会有这个东西对吧？所以我就会拿一些男生会想要的东西。对。那他们男生是想要什么？比如说我们就买刀子啦，就是因为他们刀子不是说你想到去砍人，不是，因为他们就砍柴的时候会用，然后各种生活所需都是用到一大砍刀这样子。像你这样做了这么多的就是好事，包含刚刚讲的这一些教育也好，你有没有遇到什么经验是其实那一天你看到他们的回应反馈是这样，你会觉得哇还好有来？觉得那一次应该是因为卫生棉这比较是私人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最长的计划就是这个，做最久的也是，然后也最难看见有没有真实被使用的也是卫生棉，这个也很难检查。对，因为水井的话，你就是站在那边看到很多孩子在提水，你自己就好开心哦。对，那当然就是会增加我愿意去跟政府在那边拱拱底的时候，就想到不行，这是为了孩子。对，那但后来就是卫生棉这种一直我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因为你问他说，你觉得好吗？他当然会说好啊，因为你想在那个环境下，如果他说不好，他会担心你就不再去了，对吧？这本来就是这样。对，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真的在用，然后有没有喜欢。对，那直到就是去年了，不是前年2023年的时候，我每一次都会去拜访那个原始部落。那原始部落因为它就是真的是非常偏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教之外也带蛮多物资去救济的，这样子。对，那我们那次就是又带了一些物资跟课程也去做这件事情。那他们是在住那种茅草屋，所以茅草屋不是就是斜斜圆圆这样吗？那远远我就看到一个闪亮亮的东西放在上面在晒，这样因为他们把衣服啊什么放在那个茅草屋的屋顶晒这样子。那我们的卫生棉颜色超怪的，就是那种金黄色、荧光绿、荧光橘、荧光紫。对，所以我们就知道那看起来好眼熟哦。对，我们就这样冲过去人家茅草屋，然后就发现是一个正在晒的使用过的卫生棉，因为使用过你一定可以稍微看得到有使用的痕迹。对，然后那一次大概是我做了大概第9年之后才发现真的有人在使用，我真的高兴到不行。对，就觉得哇，因为这对啊，就像我讲的根本很难发现，所以我觉得哇，做这件事情真的超有意义的。是什么会让你可以在那边这样10几年，对不对？而在这个10几年里面，因为我很难想象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很努力做一件事，可是你很难知道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达到你心里想要那个效果。可是在我们还是努力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你心里的心境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心境变化一开始，因为当下大家比如说你去这间学校去分享的时候，
然后这个老师就会说哇，好希望你们去年就来了哦。对，所以透过这些回话你就发现这可能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对我来说就是 schedule 上面的一堂课因为你做到后来就是我今天要去哪里，然后要安排车辆，人是谁，材料够不够，你就把它 break down 到很多很小的东西上面。对，那有时候大家当然会觉得很累，就是你买一个材料要被人家哄抬价格，然后什么什么，就觉得天哪，我干嘛？你自己去弄就好啦。非洲穷就穷啊。对，你当然会很气馁。对对对。但是后来跟老师就说哇，我好希望你们可以早点认识。我看到太多女孩因为这样辍学了。一个在教育界的老师讲这件事情，就觉得哇，这个分量蛮重的。对，所以我觉得陆陆续续都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包含水井啊，看到这些某些人的嘴脸，你就很生气，但是你就看到孩子们真的喝下一杯很干净的水。你指的那个脏的水是？对，好，那个脏的水就是比如说我们蛮多志工曾经一起去嘛，对，大概5年前我们还有带台湾志工过去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越多人跟我去看过，他们就知道这个地方的需求，或许他们也可以跟我一起走一段路。对，那还真的就蛮多人因为这样子看过非洲，就跟我一起走了一段路在台湾这样子。那有一个姐姐吧，她就说她到现在每一年都会捐大概3口水井，那3口水井费用不低耶，大概就是100万起跳头了。对，然后她就每一年这样做，她就讲说，因为她那一次跟我去，我们就是下雨天，然后大家还撑着伞，然后泥泞还这边不想让自己鞋子湿掉，然后走，突然她就看到隔壁的孩子蹲下来在那个水洼里面直接喝水。对，就泥巴路不是会淹水吗？就这样喝。他说他就是为什么加入然后再捐水井，就是因为他就是自己看到这件事情。哇，那我没看到啊。然后他就这样跟我，因为我也觉得你干嘛怎么那么好，你每一年都想要跟我一起做水井这样子。然后他就讲这个故事。那甚至是我刚好去年带了一些会拍摄的人员过去，那我也没有刻意，因为最日常嘛，它就是个纪录片。那我们要挖水井的地方，他就会说那你这里要挖，那他原本去哪里提水？所以我们就问了当地的老师，然后他就说那就是那边，我们一起去。然后去他们是用管子从山上引水下来，所以那个水是不像有水龙头，它就是一直引下来的那种，像台湾之前山上的路边会有那种山泉水，然后你也不知道上游是什么，但看起来蛮干净的。对，他们会弄那个区块是因为本来是在天然的没有管子，然后是一个很深的湖，然后有几个孩子掉进去就没有再起来了。对，所以他们为了安全就引出来到另外一个地方，比较浅一点，安全一点，用水泥稍微控了一个洞这样子。但是孩子们在取水的时候，牛就走过来，然后在那边一起喝，然后边喝边大便。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拿了个杯子，然后我只是想要拍这个水的颜色，然后就刚好捞起来，就捞到一只水蛭，然后到一些寄生虫，你就看到上面有啊，我想哇，然后隔壁孩子就直接拿完水桶然后直接喝。我想说好哦，那是他们这样的健康应该还是他们健康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当下没有马上生命消逝这件事情就 OK。哇，因为对啊，你没有马上知道这是会致死的，我的生活就照过啊。我觉得讲这样大家很难想象，但是如果以台湾来讲，因为我读公共卫生的，如果我今天喝糖，所有专家都告诉你糖事实上对身体不好，但是我们会喝吗？台湾人会喝吗？照喝嘛。对，就是跟当地一样啊，因为没有马上当下可以看到很可怕的红色报告，你的健康检查报告都不会太有压力，对吧？但是在我们公共卫生眼睛里面看到喝糖就是怎样。然后我们台湾人都知道水，也知道烟雾，就是烧柴这些烟雾，因为这是我们台湾基本教育大家都知道的。就会看到生命在消逝，但是我觉得放到台湾只是另外一个方式，只是大家不知道生命消逝的流程是什么，只是那个元素不一样，但是其实心理机制有点像。对，那我问个问题，就是你跟他们相处那么久了，那他们对于生活、对于人生的看法，他们这样的方式有没有改变你的什么人生观？如果要讲非常实际讲非常非常实际，我们不讲高大上这些。对，当然。好，就是比如说在台湾，我的上次电风扇坏掉，大家会做什么事情？把它丢了，对，然后买一台新的。对，我去网络上找哪里可以修我的电风扇呢？因为我知道全世界的垃圾后来都去哪里，我看到了，都到了非洲那边，不管是衣服、鞋子、过期的电子产品，所有东西都是整个货柜倾倒到那边去的。所以我的习惯就是，我后来就发现，修跟买的是一样价钱。我朋友就说你还要修吗？干嘛浪费钱？我说，可是在我脑袋里，在这个地球上就会少一个垃圾出现。这是对我来说我的生活最大影响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我不喜欢讲那种，就是说我真的当然变得更知足什么的。当然，因为你在那边看到这么多人在这么少资源的环境下还可以这么努力生活，那我在这么多资源的地方为什么不好一点？这样子。回想这10几年来，如果我们先用一个结论式的看法，就是说，你觉得你是快乐的吗？对，是快乐的，很快乐的。我最近跟我朋友才在分享，就是因为我说我过去10年好像都没有放假，然后我也没意识到我没放假。但是我朋友就是回应，那代表你过去10年工作来说，你很开心很快乐，就没有放假的需求这样子。我说你这样讲也是可以啦。那今年爱女孩到现在已经第11年，第11年。对，你今年最想要再多做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过去5年来都没有想要说做早期我们常常会带台湾人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对。那当然就刚刚提到不管是我们计划啦或者什么都相对稳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办法可以就是让有兴趣的台湾人可以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计划，但是是短期的，所以我们就会称它是考察观察团这样子。所以有兴趣的就是我们9月之后会开始有这样子的规划，然后我们4个人就可以成团，但是我们是落地接待你们，就是落地，所以你要自己搭飞机。我们也会前面包含协助你买飞机票啦，然后行前这些要注意什么，因为非洲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担心，就是要准备什么样的衣物啦，然后药品啦、疫苗什么，这我们都会协助，没问题。但现在应该我们的官网已经放上去了，可以稍微看一下行程。对，所以会去拜访我们所有的服务的村落，协助我们的卫生棉工作坊。那当然就是时间看起来是 OK 的，我们就安排这个，既然都已经飞到非洲了，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动物啦。对，为什么讲到看动物的时候你没有很开心的感觉？不会但是你有看到我那个没有，因为我自己去蛮多次，所以我就还要带大家去，有点看腻了这样。对，最后我其实蛮推荐，如果你们对于9月之后的非洲行感兴趣，或者呢对于怡婷他们正在做的帮助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的这些善举呢感兴趣的，我会把他们的官网资讯放在我们的置顶留言跟文章区所以邀请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那就感谢怡婷今天的谢谢聊天，好，谢谢那我们就继续好，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拜。